大家好，我是阿用。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原本戴着我的这一顶新的 Pista GB2R 的安全帽呢，那我想要去换成那个银色的电镀镜片，因为呢最近呢我在其他大家出去的时候呢，我去发现到我的新的追焦照，然后我可以看到说我的默片里面呢，还是可以看到我的脸，然后这样我总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逊，所以说我现在就有点想要，就是要把它换成那个银色的这个电镀片。那我问了好几家，然后特别是我问了那个台湾的总代理迪士雅，那他们这边也是呈现缺货的状态。那后来呢，我有找到有一家呢，就是说他有在卖电镀片，它也是水银的。那所以呢，我就跑去他们那边要去跟他们去换那个银色的电镀片。然后呢，那问题是呢，就是我在换完了之后呢，我发现，这电镀片它的开关的部分非常的卡，就是这个地方它的顺畅度完全跟我现在这个原厂的这个生墨片这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那它几乎是我放开，它几乎是好像有个阻尼一样，它没有办法这样子很顺的这样子就这样子去掉下来。好在是你知道，在原厂的这部分的卡扣这部分的设计，它有两段式，然后第一段是它其实是可以先初步的将镜片给卡住的，然后再往下压的时候，它就完全去卡紧。那你站一下的时候，它就会先弹开。弹开的时候，它不会完全直接就让你的镜片可以去掀上来，你还要再压着它之后，你才能够去把它给拨起来。然后呢，我换上那个银色的这个电镀的这个镜片的时候，它的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卡，我就要卡进去的时候是非常的难卡进去，而且然后之后我要把它压到底的时候，几乎是压下去，我就觉得感觉是几乎是非常用力使劲的这个状态，我才能够把它给压到死。然后这个地方我就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又开始观察说，就店家这边拿出来的那个镜片，我回想起来，它怎么没有原厂镜片上面应该要有的那个薄膜？像各位如果看到我原本那个 Pista GB2R 的那个开箱的影片啊，我的那个这个原厂这墨色片，它上面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这个透明的膜，然后再来是它一定会有原厂的那个塑胶套。可是店家拿出来的那个镜片，它只有一个就是像保丽龙的那种薄膜的那种泡棉的那个套子而已。然后这一点就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然后我一直跟大家说，为什么说，这个银色的这个电镀的这个镜片为什么会这么难开关？然后我这个原厂的这个镜片为什么差异会这么的大呢？然后店家原本解释说，副厂这个他说这个电镀的这个镜片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装起来就会是卡卡的。然后同样是原厂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那店家就觉得说，店家也说原厂的设计本来就这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有点怪怪的。然后后来我再仔细再比较说它的外观上面，然后发现又有几个更多的这个疑点。然后后来我就查了，第一个疑点是说，在这个地方的部分的一个卡榫的这个设计。我现在目前这个原厂这个镜片，它是只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卡扣，然后这边有个卡榫，这边有个锁点而已。然后那个副厂的那个，应该说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是副厂或是假的。然后那个镜片呢，那个水银镜片呢，它的这个地方还有2个卡榫，应该说还有2个锁点。然后卡榫当然是还是一样，是只有一个卡榫啊，但就是这个地方有2个锁点。然后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怪怪的，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比对，然后去查那个迪士雅的这个官网，它上面的图片，然后发现官网上面的水银的电镀的镜片，跟我这一个生墨片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就只有一个锁点才对。然后那我再去查了其他的照片，就是比如说 ROS 一代的电镀镜片的照片，然后或是其他的那个照片，我当时想说，也许是旧版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的标签上面写的型号就是 Race 3，就是
那个跟我这个镜片的型号是一样的。那你在它同样一样型号的底下呢，你当然不可能它是因为是改版的关系，导致说这个地方会有不同的开模嘛。然后再来一个很奇怪，再来还有其他奇怪的地方，就是它的电镀的品质非常差，就是在两侧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有一个电镀的痕的那个接缝非常的大，然后因为你的水银的，因为你的电镀的是水银的这个镜面嘛，所以你在表面这边你看不到你的那个镜片里面的情况，所以你翻到另外一侧来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它的是那个镜片的这个地方，它完全没有任何原厂的标签或是原厂的这个符号。那这个地方也就让我更觉得说怀疑。然后再来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原厂的这个镜片，我这个声膜片，它在装 pin lock 的时候，在它的这个上缘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留有一个凹槽的。那这凹槽可以刚好让你的这 pin lock 装上去的时候，然后不会太过于贴合说你的整个镜面的表面，导致说会有一个就是一个痕迹，就是一个贴得很紧的痕迹那样子。那你再装上那个，再把我的 pin lock 的这个防护片。装上去那个水银镜片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说这个痕迹这个地方会出现。店家就跟我解释说，这过一阵子之后，这个地方就会消失啦。然后所以说叫我这边不在意。可是呢，这种种这个痕迹呢，都让我无法相信说这是一个要价3800块的原厂镜片给我的一个品质。然后所以最后呢，我就把我所有的疑点。全部都提出来跟店家这边讲，然后店家听了之后，他也觉得说，好像确实好像是也是有点怪怪的哦。然后之后他就马上打电话去跟他的供应厂商这边去确认，然后他就说他们店家说了，他这个镜片呢，因为现在全省都缺货啦，然后所以他的供应厂商也不知道是可能是从哪里去拿到的这个货，然后所以说他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说你可以卖给我副厂镜片，但是问题是你卖给我副厂镜片的时候，你不能够原厂的价格3800块卖给我啊，这样的话我怎么能够接受呢？你可以我知道这个披萨 GPWR 它有这个副厂的镜片，但是你既然要卖副厂的镜片的话，那你用原厂的这个价格来卖，我觉得是这个地方是让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好啦，那虽然店家这边之后也是有跟我道歉过了，然后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也就算了。但是我只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是可能大家可能有机会拥有这一顶帽子的时候呢，你在选购这部分的镜片的时候，你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这一块，因为真的副厂的这个镜片，或是仿的这个镜片跟原厂的这个镜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的品质真的是差异是非常的大，然后特别是你在开关的这部分的一个顺畅度，然后我觉得这地方是非常不能够让我去接受的，对吧？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卖副厂镜片，你要买副厂镜片也 OK 啊，那你就卖我便宜的1-2千块这样子，那我也许也可以接受说那1-2千块的品质有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给我是原厂的价格，然后卖给我副厂的品质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这地方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更不用说你跟我讲说原厂的镜片可能会有好几种的镜片的形式的，那这个地方是更让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同样一个型号的产品，你怎么可能会有好几种开模的镜片的形状呢？那这地方实在是，我真觉得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判断力啦。然后虽然比如说店家说这个东西是原厂的，就是原厂的，而是说你自己要去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原厂的品质。他说这里可能也怪我说，在买东西之前呢，就是也没有特别的去对要买的东西去有好好的去做过功课。然后只是我想说，因为这间店家我也是常去跟他去买安全帽的这些部品啊，然后没想说他们可能卖的东西会有这部分的一个问题，然后所以我就很相信你就直接就买了。然后只是说后来真的是一装上去，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这个东西完全品质是不对劲的，然后所以我才跟大家店家这边的反映，然后店家这边他就马上去确认说，他这一批的这边的进货这个地方可能是有问题。对，好啦，那总之呢，就是下雨天没办法骑车的话，就是一直去买东西。那所以呢，这就希望大家能够骑车愉快。那就下次见，拜拜。